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同在。今天我们来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十一奉献的原理。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题目呢？那么与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有关系。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是民数记的第18章第21节到第32节。那么为什么要用原理两个字？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读经。基督徒读圣经，很多人说确实自己没有能力把它读完，即使读完也读不明白，甚至呢读过几遍之后再重新读的话，都好像那一段根本就没读过一样。所以呢，有一种办法是这样，作为一个初学者或者没有太多的这种读经习惯的朋友来说呢，那么首先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先读新约圣经。那么新约圣经呢，一个是它的文字呢更贴近于我们现在，而且呢新约圣经的篇幅比较短，所以呢很多新约圣经的话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对于旧约圣经来说，那么当你新约圣经读熟了，读过几遍了之后，有一定的理解以后，那么回过头来再读旧约也是可以的。我觉得作为普通基督徒来说呢，我觉得新约圣经读3到5遍，那么旧约来读1遍，就大致按照这类的比例，我觉得呢还算合理。如果是呢，大家每次都是整本的这样读过去的话，的的确确，因为旧约的篇幅很长，很多的语言呢也比较重复，对于很多人来讲理解上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怎么来理解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呢？当然有一种说法不一定准确，但是呢，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或者对一个普通基督徒来说，我觉得有一种说法是比较实用的。那么就是新约圣经更多的是在应用的层面，或者说新约圣经给我们讲的更多的都是道理，比较直接的道理。但是很多道理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教导我们这样做，那么回过头来你就要到旧约中找答案。所以一般我的理解是，新约更多的放在应用的部分，而旧约就是原理。如果你搞清楚新约这种教导为什么要这样的话，那么很多的时候你在旧约中可以找到其中的原理，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说新约是做，旧约是为什么做，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当然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的准确，但是呢，至少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这样理解新旧约的话会比较容易。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段经文，在新约中其实就是一个道理，但是呢，我们回到旧约中就可以看到它的原理，回头呢，我们再反过来推到现在，就变成了一种应用这样一个过程。好，那我们现在还是先把经文跟大家熟悉一下。民数记第18章21到32节，我们先看第21节到第24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1/10，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你们为酬他们的劳。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1/10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那么这一段所说的
就是利未人要得的那1/10。我们知道11奉献是当下教会基本上都会采用的一种奉献的方式。11奉献对于一个教会来说非常的重要，或者说的再直白一点，一间教会有没有钱，主要就是看这间教会的11奉献做得怎么样。11奉献好，教会一定有钱。那么我们还是先回到圣经，以色列中所出产的1/10是归给利未人的。那么利未人是什么人呢？我们知道以色列支派中有12个支派，那么这12个支派，那么就是以色列的12个儿子，当然利未是其中的一个儿子。那么神将利未从雅各的12个孩子中分出来，还剩下11个，而约瑟是继承双份的，所以呢还是12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这12个支派要把自己每年出产的1/10是归给利未人的。那么这一段所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因为利未人他们要办会幕的事，因为在旷野的那些年中，神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么神命令摩西建立了会幕，那么会幕要有很多的事情，因为他们一边走要安营扎寨，会幕中要有各种的献祭，所以利未人是专门办神的这些事情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神说利未人是特别的。那么呢，由于他们要办会幕的事情，那么呢，他们就不工作，他们也不劳作，所以呢，以色列中的子孙要把1/10归给利未人。但是这里我们要清楚的是，这件事情的吩咐是说当下的事情，还是将来的事情？其实这一段的条例所说的是将来的事情，而不是当下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民数记所记载的，以色列人还在旷野中，旷野中肯定他们是没有土地的，也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种植。他们吃什么呢？他们呢吃的是玛拿。就是说这一段时间里，就是在旷野的这40年中，以色列人呢为了填饱肚子这件事情，他们呢是不用操心的。神是供应他们无限的粮食，就是说他们吃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就没有玛拿了，他们就需要自己耕种，自己养活自己。那么在这个时候，利未人就会出现没有粮食的问题，因为并不是在旷野了，进入迦南地之后不会再要玛拿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神所规定，当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其他的12个支派你们是有土地的，有土地你们就可以种植，可以畜牧，养牛养羊，那么你就有出产，你就有东西吃。但是呢，进入迦南地之后，利未人是没有饭吃的，所以你们要保证这些办神的事情的人，要让他们有饭吃。所以为什么说旧约是原理呢？原理就在这儿。民数记的第18章刚好是处于神第一次数点人数和第二次数点人数之间，比较接近第二次数点人数。那么数点人数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数点人数？数点人数就是为了行军打仗准备进去。但是第一次数点人数之后，那么他们派出了12个探子。那么这一段呢，是我们上一期节目刚刚讲过关于12个探子的故事，大家呢没有看过可以回头去看一下。派出12个探子，他们进去之后，那么回来报的主要是坏消息，所以以色列人决定不进去。这个决定就导致他们
在旷野就多待了38年。那么在准备第二次进去之前，那么神规定这一次你们进去之后，当你们土地有出产的时候，你们就要献出来1/10。那么这1/10是保证这些为神全职工作的人要有饭吃。所以今天我们所理解的11奉献是给神的，但是我们看到旧约圣经中所记载的11奉献就是保证这些做神事工的这些神职人员要让他们有饭吃。所以今天的教会不管是主日奉献还是11奉献，那么把这一部分钱用于神职人员这些个做事工的这些人员的生活开支之外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些奉献当然是给神的，同时呢，这些奉献也是给人吃饭用的。这些做神的事工做神的工作的人，他们要有饭吃，所以呢必须要供应他们。而且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有12个支派，男丁就60多万，而利未人呢只有2万多。所以呢这60万人所供应的1/10给2万的利未人，我们可以说利未人所得到的，那利未人的生活应该是比较好的，因为他们得到的是很多的。当然在旧约那个时期，利未人有他们自己的城，而且还有逃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是有些人没有饭吃，逃难的、犯罪的，那么到这些利未人的城中间，利未人要照顾他们，要给这些个孤儿寡妇寄居的要给他们饭吃，这也是一个功能。所以利未人理论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比普通的以色列人要富有的，这个无可争议。接下来呢，我们看25节到32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小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1/10，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1/10中取1/10，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这举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又如满酒榨的酒。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1/10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1/10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将治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所以你们要对利未人说，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又如酒榨的酒，你们和你们的家畜随处可以吃。这原是你们的赏赐，是酬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就不至于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这里边所说的是利未人已经得了1/10，但是利未人也要奉献，他们要在这1/10中取更上好的1/10来献给耶和华。同时呢，这1/10是归给祭司家族的。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亚伦的子孙是专门做祭司的。那么祭司在旧约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要主持献祭，而且呢他们要进入圣所，大祭司呢每年呢还要进入一次至圣所，所以祭司的工作是很重要的。那么利未人本身得的就是以色列人中上好的1/10，
那么要在这上好的1/10中再拿出上好的1/10献给祭司。所以这一段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当时来说，祭司他的生活应该是比较好的，比较富有的，因为他们所得的都是比较好的这一部分中更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中，包括前面一段文字都是很好理解的，说的都很直白，从文字上没有太多可以跟大家解释的。但是呢，这其中的原理大家要明白。也就是说，按照当时的情况，利未人和祭司家族他们的生活的确是不错的，因为他们做的是神的工，他们所侍奉的就是神。我们知道祭司献祭的时候，那么会众要把这些牲畜拿给祭司，祭司就要手起刀落宰杀这些动物，而且从中不能出错，不能说百姓献了一头牛来，你这边一宰杀，说不好意思，血没有放干净，您不行的话再去买一只，那百姓肯定不同意啊。所以说祭司或者是利未人来说，你所做的这些工作一定要业务非常的熟练，你才能帮助老百姓赎罪。那么我们放到今天，其实很多从事神的工作的这一部分所谓的神职人员，也就是服侍的人员，他们的业务水平我们大家可以自行判断一下。其实今天的很多教会中，一些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他们的建造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呢，他们作为祭司来说，他们的业务水平是不行的。那么一个祭司的业务水平不好，你就没有办法为百姓赎罪献祭。那么今天呢，如果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你没有办法为大家很好的讲解圣经，那么百姓也是不买账的。当然，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已经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时代，已经不分会众、利未人、祭司了。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看到在旧约时期，祭司的生活应该讲是比较富足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生活也应该是比较富足的。今天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说基督徒不能够太有钱，基督徒不能够太好的享受生活，因为世界都是罪，优越的物质生活会让我们远离信仰。其实我们从旧约中可以看到，并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可以给我们应许在天上美好的产业，但是在地上，我们为什么不能过更好的生活呢？所以说，从旧约的角度来看，旧约的祭司生活都这么好，那么今天的基督徒为什么生活就一定要不好呢？所以说，关于基督徒生活就要清苦一点，基督徒就不能有钱，这样的道理是不对的。所以通过这段圣经，我们可以明白，11奉献最早设立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利未人和祭司他们的生活问题。因为他们没有生活来源，他们每天要办会幕的事情，要做献祭的事情，他们是把自己奉献给神的。那么今天也有很多人是全职奉献给神的，他们并没有在世界中打拼。那么他们怎么生活呢？他们就需要弟兄姊妹的供应。所以说呢，供应他们生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作为神的百姓来说，应该在地上也会得到神祝福的。但是呢，我们
不能追求这些东西。人要懂得满足，因为神所给予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不管你是富有，你还是够用，那么我们都应该明白，神给你的就是最好的。如果你仅仅是够用，那么 OK， 你就过好你现在的信仰的生活。如果你是个富足的人，那么你就应该是更多的奉献出来，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其实在旧约中说得很清楚，我们看32节中说，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就不致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就是说，如果当时的利未人不处理好这些事情的时候，那要担罪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时代，倒不是说你不奉献，神就会把你弄死，当然不会这样了。但是呢，在地上属地的生命，并不是基督徒所在乎的。我们在乎的是那个属天的生命。如果因为这些世俗的，因为地上的这些个产业，地上的这些钱财，那么我们毁掉了我们属天的生命，扼杀了我们属天的生命，那才是基督徒应该在乎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并不是给大家讲11奉献，我们是在跟大家来补充一下11奉献最初的原理是怎样的。希望呢，通过今天的分享，大家能够明白最早的时候11奉献这种规定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呢它的作用，以及11奉献所带出来的美好的结果。至少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1/10是在神眼中分别为圣的。那么面对圣物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今天的基督徒也不必纠结，只要我们慢慢的多了解圣经，很多我们不明白的都会慢慢变得明白。当你明白了之后，您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